业是一个律师，气质上不太像学法的，像是犯法的，但是真的非常喜欢法律。为了坚定学好法律的志向，在后背纹了个天平。你现在都不敢翘二郎腿，我怕随着脊柱侧弯呢，正义的天平会慢慢倾斜，你知道吗？所以第一次去了精神科，窗口让我报手机号。我突然觉得每个人报手机号的停顿很有意思，对吧？有191、862、18DD7这种335报法，也有191、8621、8DD7这种344报法。我一直想试试29报法。回来呀，我说为啥？他说因为你有担当。我说行，我担当。然后那你能不能再给开个场啊？我说为啥？因为你有担当。我现在夺完冠之后就是怎么说，冷不丁单单就2当，现在单单就2当。还有哎，好笑搁后头呢，好笑搁后头。真的，还有那选手问我呢，翟哥，你去年都夺冠了也没爆火，还回来比啥呀？我说你别管火不火，我就问你担当不担当。我的职业是一个律师，气质上不太像学法的，像是犯法的，但是真的非常喜欢法律。为了坚定学好法律的志向，在后背纹了个天平。你现在都不敢翘二郎腿，我怕随着脊柱侧弯呢，正义的天平会慢慢倾斜，你知道吗？其实东北人吃法律这碗饭不容易，因为我觉得世界上真的很难能有一种口音能像东北口音这样啊，什么威胁到司法的严肃性。其实大家不难看着我的家庭氛围挺轻松的，我爸是个警察，我妈是个法官。我小时候在家咋说呢？群众。我小时候闯祸，他俩直接走程序，我爸抓我妈判。但是小时候他俩揍我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不太对劲儿。直到上了大学之后，学了诉讼法之后，发现他俩打的真不对，程序不对。你这就按来说，他俩作为夫妻啊，在同一个案件中，我是可以申请一方回避的。小时候放假的时候，经常去我妈工作那个法院去写假期作业。写完作业之后，唯一的一个放松方式就是到楼下去旁听一些庭审。请问你们看过东北那边的庭审吗？你们真应该看一下，那不小品吗？看你这哪有意思？你知道吗？那种县城的基层法院，有的时候就是两边当事人都不请律师，你知道这会导致一个问题。就是当事人听不懂法官的问题。你知道有一次那个法官坐在台上问被告有什么异议，被告说有教育意义。那个法官都懵了，法官说啥玩意儿教育意义？我是问你对原告提出的证据认不认可？被告说啊，那不认可。法官问哪里不认可？被告说心里不认可啊。家里人也希望我走法律这条道路。我高考的时候考到那个西南政法大学。嘿，谢谢。哎，读了4年的法学本科，然后后来又考研，然后考到了四川大学啊。感谢。然后，其实刚才讲这些，就是想说，其实作为一个法学生，有几件事必须要做。我也一样，我花了1年的时间认真准备，然后高分通过了法考，又花了1年的时间认真实习，然后拿到律师执业资格。现在在我们律所里面也算一个还比较有口碑的脱口秀演员。其实我律师当成这样，我自己都挺失望的，因为很小时候对律师这个行业就特别向往，特别小的时候就已经拜读了这个行业最经典的那部巨作。何以笙箫默。我解释一下，是那个钟汉良版本的。黄晓明那个。
你知道吗？这部剧太让一个想当律师的孩子自卑了。何以琛太帅了，每看一次就感觉跟他之间的差距又多了1分，但是忍不住老想看。直到今年又看了一遍，说我是啊，那朋友，我终于承认我跟何以琛之间有本质上的差别。他是本科生，我是研究生啊。然后我当律师，我发现他的法律意识倒是变得越来越强了，这经常咨询我各种各样的法律问题，朋友们我都不爱回答，那都是什么法律问题？那都是违法律问题。小偷偷小偷算偷吗？绑匪绑绑匪算绑吗？我有时候感觉他问了一副对联出来啊。但是我对我这帮兄弟们的感情太复杂了，虽然他们没有对我提供实质性的帮助，但是我觉得天底下可能只有我这帮兄弟真拿我这个律师当回事儿，特别以我为荣。逮谁是我兄弟是个律师，有兄弟是个律师。但是有时候他们太拿我当回事儿，因为律师他就是了解法律、使用法律，但是在我兄弟眼里，我就是法律。你知道我刚拿证那天，我最好的兄弟说去唱歌庆祝一下，我们都到 KTV 门口了，然后他说我去买点酒，他刚走出来一步，然后突然回头说：“哎，律师啊，我问你个事儿啊，就是从法律角度上来讲，咱去 KTV 能不能自带酒水？”他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很震惊，他都自带好几年了。我说从法律角度来说可以带，毕竟消费者有选择商品和服务的自由嘛。我觉得我回答的老帅了，结果我兄弟听完说：“这可是你说的啊。”过了一会儿之后，我兄弟非常坦荡的搬了1箱酒走进了那个 KTV。KTV 领班也懵了，还以为我兄弟是来送货的。所以那个领班问得很谨慎，他说：“哥，这里面是酒吗？”我兄弟也没想到自己会被问，他就看向我，他看我的时候，我就一直在那摇头，意思是你别看我。结果我兄弟看完之后，回头就跟那个领班说：“哈，这里面不是酒。”哎呦我那么大4个字，勇闯天涯。那里面不是酒是什么呀？根号81呀，开开才是酒。领班说：“对不起，那个咱这儿不可以自带酒水。”我兄弟看着我，他说可以。他是个律师。怎么？他说完这句话之后，我就从那个领班的眼神里读出了跟我心中一模一样的那个疑问，就是他是个律师，跟自带酒水有啥关系？我应该用啥关联词呢？哈，因为我是个律师，所以我自带酒水。嘿，虽然我是个律师，但是我自带酒水。与其说我是个律师，不如说可以自带酒水。我最后不得不让我跟我兄弟说：“我说你们先进去，别管了，这事儿交给我。”过了一会儿之后，我把那箱酒搬进了包间。我兄弟又激动又震惊，问我：“你是咋搞定的呀？”我说：“晓之以理，但是你记得下回还是偷摸带。”其实那天我给领班塞了200块钱，但是我最难受是那个领班收了钱之后，嬉皮笑脸的问我说：“你平时都这么干事儿？”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李彦奇啊 ，Hello Hello。哎，我最近的思绪总是非常的纷飞，我怀疑自己是 ADHD， 所以第一次去了精神科。窗口让我报手机号，我突然觉得每个人报手机号的停顿很有意思，对吧？有191、862、18、DD7这种335报法，
也有191、8621、8DD7这种344爆法。我一直想试试29爆法。19、18621、8DD7。其实还有19、18、62、18、DD7，我管它叫双色球爆法。在号码里面有321的人，报出来会不会变数？191、3、2、1、189。大夫问我是不是容易分心，别人说话无聊了就会走神儿，所以走在盲道上算不算是一种阅读呢？因为盲道它是一种语言，长条代表着行，圆点代表着停，所以盲人可以同时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。盲道是大盲文，乐高是小盲道，盲文是凸的，碑文是凹的，所以点了豆的去某多算是一种盲文。扎了眼的苏打饼干算是一种碑文。大夫说你应该是 ADHD。你平时还有什么症状吗？我说我从小就会进行一些莫名其妙的联想。小时候我妈送我学架子鼓，我就总觉得我将来的职业是剁饺子馅儿。这就是我理解的 rock and roll。我长大也没好，我第一次看见有人敷黑色面膜的时候，我非常纳闷，就是你从露出的部位来看哈，为什么没有人敷面膜抢银行呢？给你10分钟，必须把钱交出来啊！到点我该摘了。我最近的思绪就更是混乱。我最近觉得孙涛是一只鸟，因为我觉得鸟一辈子它只重复同一种叫声，而一个喜剧演员最大的困惑就是你的梗越火，你越重复，你越像一只鸟。这样提起小品演员孙涛，我们只能想起他的那句“我骄傲”。就算他不想提，我们也会替他提。我骄傲重复了他的一生。当他在春晚上说出来的那一瞬间，他就变成了一只鸟。说到春晚，小彩旗春晚彩排嘛，你又小彩旗了。大夫说你能看我一眼吗？你平时社交怎么样？我说我社交完全没问题，但其实有时候我去别人家做客的时候不好意思说走，每次到最后我就只能一边穿衣服一边嘟嘟嘟嘟嘟嘟。我搬家的时候也会放上爵士乐，和每一件家具跳最后一支舞，嘟嘟嘟。所以我社交完全没问题。我跟大夫谈话的时候，我的椅子一直在嘎吱嘎吱响，他的也嘎吱嘎吱响，所以这是一个嘎吱窝。我不能再走神了，我一定要专注，我感觉耽误大夫太多时间了。这个时候我突然觉得枕室好热，我抽出了一张纸巾准备擦汗，我发现纸上有一朵花，所以就是这种纸上印花的厂商算不算是一种出版社？我展开纸的时候闻到一股果香。其实我觉得管无花果叫无花果非常没有礼貌，没有你就别说了。你会管太监叫无？而且人类给植物起的名字也太区别对待哦，这是一盆无花果，
而这是一盆君子兰。他凭啥是君子啊？你给他浇水，他谢谢你。你一浇，他叶儿一弯，小生有礼了。墙上的挂钟一直在滴答滴答响。所以这个世界上有没有那么巧的事，就是你家里有老式钟表的同时，晚上你再看恐怖电影，贞子爬出电视机的那一瞬间，正好到了12点。于是贞子一撩头发，啊，布谷。无花果有花，只不过它的花长在了果里，我们人类看不见而已。有时候我觉得人类太以自我为中心了。我们emoji表情里面的螃蟹、龙虾都给它们分在了动物栏，但它们却是红的。那是 emoji 吗？那是欧一西。那是饭。那是饭 emoji 了，下来咪西吧。比奇堡没有一个人觉得蟹老板很香吗？就。我喜欢猫头鹰的名字，因为它是猫头鹰，它不是鹰尾猫。我喜欢小猫，我支持猫本位。我很讨厌猫头鹰的外国名字 ，OWL， 嗷，猫头鹰叫嗷，这个名字起的是不是有点太草率了？我就感觉是两个动物学家在森林里，一个冥思苦想，哎呀，发现了一个新物种，起个什么名字呢？然后另外一个心不在焉 ，Billy Jean my love。不用那么长吧，嗷就行了。你让猫头鹰怎么介绍自己，对吧？第一次跟狮子见面，你好，我叫赖，你叫什么？嗷。狮子说，我叫也是嗷啊。我天天在电影片头，嗷嗷，我干啥呢？以你的名字呼唤我。你让山东猫头鹰怎么介绍自己的英文名字，对吧？你让山东猫头鹰怎么介绍自己的英文名字？我骄傲。所以孙涛真的是一只鸟。就这样，我被确诊了。嘟嘟嘟，咋了？嘟嘟嘟，嘟嘟嘟，倒计时5秒。嘟嘟嘟嘟。0年期，啊，我最近觉得我思维不是很正常。我不知道我自己多大，我只知道我20多岁，而且我数学特别的不好。我有次打开计算器，用今年减去我的出生年，我是99年的，我就打25减99，然后我看我今年负74了。啊，宝宝，你是一个早产儿啊！作为一个早产儿，我还是觉得我很聪明，我很聪明。比如说，我想在我脑袋的两边纹身。我想在我头发底下就贴着头皮纹一句话，我想纹一句，不是让你别剪这么多吗？总在想一些没有用的。我最近一直在想小彩旗，你们还记得吗？15岁的小彩旗在春晚上转了4个小时，我当时看电视的时候我就不能接受。
因为我是一个东北孩子，就在我的世界观里，它就不存在一个台子上它能一人转，你们懂？他就转。我去查了一下，他跟春晚的渊源啊，一开始他是在一个舞会上转了2个小时，没有人拦下孩子。冯小刚看见了，说：“你能转2个点，你就能转4个点。”他不像一个导演，他像一个基金经理。我最不能理解的就是小彩旗转完之后，它没有一个结束的镜头，就5、4、3、2、1，过年了，画面切回来，它就消失了。为什么不给他设计一个谢幕呢？我好奇呀，我在乎他。你好歹让他转完走一下直线吧。不理解，不理解。哦，还不太理解奥运会当中的马术项目。我觉得奥运会啊，你不应该比的是人更高、更快、更强吗？那马驮着你又跑又跳的，啊，最后领奖你自己上去了啊。我当时还看见有一个新闻啊，说一个澳大利亚的马术选手，他的药检呈阳性。我说哥们儿，咱那个兴奋剂是不是扎错了？你那么嗨要干啥呀？啊，人家比赛人都骑着马过去，你要背着马上去是吧？我甚至都怀疑这哥们儿他本来他就不是马术选手，他就是嗨了。他一走到那儿，哎，有个马，啊，走就走了。好多人说我的思考非常幼稚，可能是因为幼稚的原因，就我在感情里面也没办法给对方很多的安全感。我记得我有一个前任，他就教我，他说你等我每次上车之后，你把车牌照拍下来发给我，这样我会比较有安全感嘛。我就是这么做的，然后过2天他又跟我生气了，他说：“哎呀，那公交车不用拍。”我就这样，我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。我从小到大，我身边也没有太成熟的人。我发小也是，我发小他就是幼稚到有一点抽象，就他仿佛完全没在现代社会里生活过一样。一个东西他愿意念什么名，他就念什么名。前2天我问他一个动漫用什么软件看，他说你就用那个哔啦哔啦呀。我认识他15年了，也不知道他下句话要说什么，他脑子里究竟在想什么。他每天就幻想自己是2次元当中的主角，今天是炎龙侠，明天是迪迦。我说那你最喜欢的2次元角色是谁呀？他说是欢欢。我说欢欢挺冷门啊，哪部作品里面？他说欢欢你不知道啊，福娃。我说没想到还是体制内2次元啊。就有时候我都跟不上他跳脱的思维啊。我跟他在路边挑饭店，我说吃羊蝎子吗？他说不吃了，我海鲜过敏。就首先他以为羊蝎子是蝎子，其次他以为蝎子生活在海洋。我说哥们儿，那蝎子是山里的呀。他说是哈，你一说闻着是有股膻味儿。他有一套自己非常抽象的逻辑。有一天他突然跟我说：“哎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其实爬山虎比壁虎更应该叫壁虎？”
我说谁？他说你看爬山虎它永远生长在墙壁上，所以它应该叫壁虎。壁虎是总是在墙壁上往上爬，像爬山一样，所以它应该叫爬山虎。我说你给我枪毙了好不好啊？那我脑袋留着还有用啊？我现在分不清爬山虎、壁虎了。但我也在这山上看见了一种幼稚的力量，我就发现，当你一个人你能做到极致的抽象，你完全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你的心将是铜墙铁壁，你受不到一点伤害。我跟他去参加初中的同学聚会，然后有个初中同学就特别装，跟我们说：“你们呐，以后还是得挣钱呐。你看哥们，我现在啊，银行卡现在7位数了。”我心都碎了。我发小是大吃一惊，说：“啊，多少？我银行卡怎么16位呢？”你是不是因为注册的早啊？特别开心啊，又回到咱们这个熟悉的舞台了，真的。本来以为能当魔王呢，真的。然后节目组就跟我说：“咋呀，你回来比吧，很多老选手都不来了，你得回来呀。”我说：“为啥？”他说：“因为你有担当。”我说：“行，我担当。”然后那你能不能再给开个场啊？我说：“为啥？因为你有担当。”我现在夺完冠之后就是怎么说，冷不丁单单就2当，现在单单就2当。还有，哎，行，好笑搁后头呢，好笑搁后头。真的，还有那选手问我呢，翟哥，你去年都夺冠了，也没爆火，还回来比啥呀？我说你别管火不火，我就问你担当不担当。哎，朋友们，说实话，夺完冠之后还是获得很多的，真的。借爱奇艺的福，我从去年夺冠到现在不到半年的时间，都会参加一些精致的名利活动，到现在走了3回红毯。你放心，不用呕，肯定没好话，妹子。咱们这种喜剧演员在那种活动里是最没存在感的，真的。所以说你在那种活动里就纯是长见识，一进飞机场就长见识，没见过那么多长枪短炮怼着拍。我一点不骗你，我搁苏宁电器里都没见过那么多单反相机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我搁天猫电器里都没见过那么多单反相机。哎呦！你们见过现在粉丝拍摄的设备卷到什么程度了吗？我看一个妹妹手里拿这么大的云台，然后中间架着单反，单反前面是短焦，完了左边有扩展架夹她的 GoPro， 右边扩展架夹的手机，手机前面又一个长焦。我说这要拍啥呀？要给你哥拍核磁共振的呀？妹妹手里拿的摄像头比那红绿灯摄像头都多。我感觉我跟身边经过快点得扣我6分啊，那都。他们拿这么多的设备就拍那些哥哥，我不理解啊，那些哥哥一点也不配合。那你们见过明星在机场的穿搭没有？严严实实，一个墨镜遮住半边脸，一个鸭舌帽扣到鼻梁，口罩又罩上了，完了一个帽衫又扣上。我说啥意思啊？耳朵也不让看呐。朋友们，抢银行还得露俩眼睛呢。我说这多余了，直接拿牛皮纸扣上不就完了吗？不太理解啊。旁边有的路过还不知道，还问我呢，兄弟，你瞅这什么人，感觉这么厉害？我说不知道啊，瞅穿搭像阿拉伯人呢，瞅着像。长见识。而且你会被明星分配到同一个就是商务舱头等舱里。哎，朋友们，说实话，我喜欢商务舱。但不太喜欢跟明星一起坐商务舱，为什么？因为一眼就能看出来你是那人群里最喜欢商务舱的人。我当时是最素的，真的，我前后左右都是顶流，我那个状态特别像满汉全席桌子中间放着盘拍黄瓜，整个商务舱里所有人都戴口罩，就我不戴。那个画面特别像我2月没洗澡，给人哥哥熏着了，你知道吗？
而且很多这些明星有狂热的粉丝跟他这趟飞机。我当时坐过道，很多粉丝都不认识我，但每一个从我身边经过的粉丝，没有一个感觉我德不配位能坐在那儿。每一个路过我的人都给我肯定的眼神儿。这保镖请到位了，这。我说是，我有担当，我有担当。那最倒霉就有那么兴崩2个认识你的，跟前面的人说，哎，这不是保镖，这我搁线下活动见过，这叫翟佳宁。那人就回他啊，翟佳宁是哪个站姐啊？我怎么没见过呢？他怎么买这么好的票呢？哎，朋友们，说实话，我调侃了人粉丝老师是吧？但我说实话，我当时参加完这3个活动，对粉丝就是羡慕。现场有追星的朋友吗？有。这些啊，说实话，朋友们，剩下不追星的我都可怜你们。咱们这种不追星的，跟那些追星的朋友不一样，他们获得的快乐应该是咱们的10000倍。真的，我反思了一下，咱们作为脱口秀演员，就生产快乐能力这件事上，跟真正的顶流明星比，我就是废物。我想让大家快乐，写段子得什么找主题、找共鸣、写段子、写梗、翻3番。我看现场哥哥就提了一下裤子。对，现场就哎，行了，不要骗彼此了，晚了。我当时都没明白，我说啊，咋的了？咱们又要办奥运会了吗？我一点不骗你们朋友们，就他哥哥提裤子的时候，哪怕我在旁边就脱裤子，没人能发现都。当天晚上结束活动之后，我就给付航发微信，真的，我说兄弟，这才是真正的 passion。我原来以为付航的就是 passion。付航现在在我心里顶多就是 a little bit exciting 的，完全比不了。朋友们，你相信我，追星获得的快乐是普通人10000倍，但你也不用太羡慕他，他们要承受的也是咱们的10000倍。你看，咱们都看没看过那个视频？王嘉尔演唱会上给一个女观众请在舞台中央，完了他把头埋怀里，你看光提就开心，你看着没？能看出来那个女观众是发自内心、歇斯底里的快乐，对吧？那就相当于多巴胺开关都摁坏了，那就是。所有人都羡慕她，只有我特别担心她。朋友们，你想啊，那个姑娘也就20、30岁呀，她未来还有50、60年的人生要走啊，但她快乐到头了，那以后咋办呢？再快乐的事儿也刺激不了他了。你想以后他中了1000万，孩子考上清华北大也得拍大腿，还是那天更带劲儿。你想想，人生4大喜事：久旱逢甘霖、他乡遇故知、东方花烛夜、金榜题名时，哪个能比得上怀抱王嘉尔啊？所以朋友们，最后我真感觉咱脱口秀演员跟人明星干的事儿都不太一样。所以有些配套的待遇，咱没有必要也配套。我当时很震惊，不明白那个经纪公司还给我请了个摄影师，拍了我1晚上。结束之后，我就找一摄影老师说：“老师，你把那个文件发给我呗，我那个想写段子找点素材。”给我发过来，那文件35个 G， 网盘不开会员得下1个月，下1个月。我就开个会员，把那文件下来打开，那文件名叫翟佳宁晚会。我一打开一看，全是谭健次，我去。我就在上千张个谭健次里找翟佳宁，一找就能找着，这样看着就是烦。我就给翟佳宁全删了。35个 G 给我全删了，那文件还剩35个 G 呀。祝各位生日愉快，谢谢大家。哎呀，建国老师，咱俩见一面挺不容易。我见你一面挺容易的呀，随便充个会员不就看着你了吗？你看你这话说的，你不充会员，那广告里更有我。老雪，你变了啊！以前多时尚一个人啊，现在你好那个，我好啥呀？你好星期六。有点正事儿。
咱俩今天舔俩老脸，站那块儿还整个组合，你不说要讲漫才吗？这倒是真的啊，我甚至呢把我们组合的名字都想好了。啥？我们的组合就叫“昨天晚上我梦到我太爷和我太奶了”。我太爷和我太奶呢2个人一起过来找我聊天，一开始呢聊得还挺开心的，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越说越生气，越说越生气，到最后2个人联手打了我一顿。你这是个名儿？贺着号，死去的 CP 又来攻击我。行，那死去的 CP 咋没把你带走呢？你有点正形吧？我跟你说啊，漫才我一点不懂。漫才很好理解的，通常就是2个人给大家站在这里演绎一个比较虚构的故事，比如说就是我演一个过气的喜剧演员，生活里头就没招的站在舞台上就苦苦挣扎。虚构的部分在哪里？咋说话呢？那没准我明年我突然就大红大紫了呢。啊，虚构的部分在这里。小姐，你过分了啊！开玩笑的，你别往心里去。是那未来的事儿谁知道呢？未来的事情我知道。我收到了一封信，是50年后的自己写给现在的我的信。你看人不红啊，是容易疯。我把这封信带来了现场。你还真有。国仔你好，见字如西兰花。不是见字如面。我现在正在断碳水，所以就不能提面这个字了。还长。国仔，我是50年后的你呀，你一定怀疑我的真实性吧？我现在就证明给你看。我说个事情，我们最爱喝的酒是25斤装的，25斤也太沉了吧？是的。酒是沉的香啊。是我。国仔，首先聊聊我们自己吧。这个时期的你，一定总因为写不出东西来，天天急得直跺脚。相信我，未来就不会有这个担忧了。呀，行啊，未来你灵感大爆发了。未来的我只剩1条腿了，没法跺脚。未来这么惨吗？倒也不用为我难过，我现在1双袜子能穿2天。心态倒挺好。国仔，未来50年后的今天，人类实现了永生。为了永生，鸡蛋7个，矿泉水8个，无糖可乐3个。永生的配方好朴素啊！王姐结婚2000，取件码5637，一会儿别忘了倒垃圾。不是你拿人家信当便签了，你说点重要的。王姐结婚随多了。永生，关注永生。为了永生，记得保持身体健康，减肥吧，国仔。争取活到50年后。因为永生的手术是按照体重收费的，你知道我的1条腿是怎么没的了吧？哎呀，这就为省点钱。那咋了？想省钱你还不容易啊？想省钱用淘宝闪购啊！而且悦享会员还能享受1对1急送。你商务多，你也不能说加就乱加呀，人家信里头说的是大腿的事儿。我说的也是大腿的事儿，淘宝闪购才是真大腿。专业。找不着了，跟丢了。嗯，你这商务加的，国仔，告诉你个好消息。未来讲谐音梗终于不扣钱了。哎，行，终于让你盼到那天了。而是会被判5到10年。真给你盼了。现在的我还剩下2620年。不是咋的？你干谐音梗园区了？由于时间管理局的规定，我不能告诉你未来双色球的中奖号码。这时候严格让你。因为说了的话，我会被判15天拘留。那你就说呗，2000多年你都蹲了，你差这15天？15天可是半个月呀，我的半月板一直不好。就是今天的我造成的。说说身边的人吧，赶紧吧。你应该多了解了解雪琴。哦，还有我的事儿啊。毕竟人家可是写过《红楼梦》的人。那是曹雪芹。
我姓李，他唱的《红日》也很棒呀，那是李克勤，他的《碟中谍》也很好看。那是汤姆克鲁斯，跟雪琴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这里有没有我？有，看着了。你记得告诉李雪琴，过2年他会有一个大节，什么节？上海国际电影节。哎呀，2000年还是判少了，咱们也给你枪毙了。啊，跟雪琴还是要多多沟通的，毕竟3年后你俩会生一个大大的气。我现在就能生一个大大的气，生气的原因是因为，因为你说话大喘气，生气的原因是因为脚好痒。我生的脚气呀、不是，我说我现在脚就好痒。你现在是不是就一双袜子穿2天呢？哎，有原因啊，原因是我们最后一次见西兰花的时候，啊，就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呗。啊，咋的了？我想请雪琴吃一家很好吃的红烧牛肉西兰花，但是她说她在减脂，不能吃西兰花，只能吃西兰花。我说给我个西兰花籽，她没给。我说你不看生西兰花，你看佛西兰花。别讲，太有一番儿。我记得当年念到这里时，雪琴会把我们手里的纸抢过来扔了。帮我告诉他，他扔的纸不是一般的纸，是兰花指。对了，还有一个，我看看写的啥来，你别念了。啊，对了，还有一个好消息，盘锦现在成了宇宙中心了。而铁岭真的成为了宇宙的尽头。我的妈呀，那宇宙连辽宁都没出。除了东北，其他地区融合成了一个超级大都市，统称三亚。我为这个城市想了个宣传标语：1+2等于几？三亚。没算错呀。当年我们总想着从东北走出去，现在机会都在东北，但很可惜，我却再也回不去了。好悲伤。因为啥呀？因为我还在坐牢呀！你该呀，还有逻辑，该。有这还有逻辑。在未来的世界里，人们总怀念2026，人们总说26年的车马很慢，发个邮件也要1秒才能收到。人们还在担心自己会不会被 AI 取代，其实 AI 不会取代人类，人该累还是会累。放心吧，朋友们，也没有更好，也没有更坏。要我再帮你生成一些 AI 没有取代人类的话，这不还取代了吗？开个小玩笑啊，开个小玩笑，就写到这里，未来再见吧，永生者们。完事儿了。这封信呢，你好好留着吧，寄过来一次不容易。其实我这里还有一封51年后的自己写给现在的自己。话那么多，你自己搁这念吧。谢谢大家。我觉得这1年过得特别快。比赛之前我就偷偷结了个婚啊，就结了个婚。备婚过程很漫长嘛，一直在控制体重，大概减了有小40斤。因为要拍那个婚纱照，我对象给我下了最后通牒，说你要瘦不下来呀，照片里边的人也不是不能换。但说实话，我觉得打工人很难减肥。下了班出了地铁口，一路上诱惑太大，咱也不知道那肉夹馍有什么好吃的，那么多人排队，让我来审判你。确实好吃，再来一个，2审，绝不能放过任何一个肉夹馍。就算你能忍住，也架不住有一堆亲戚劝你喝奶茶。爷爷、阿姨，喝吧，这都俺妈亲手做的。我说行吧，就喝一点点。出去吃饭一般都是我对象点菜，菜很能点，但不太能吃，眼睛大嘴小，属猫头鹰的。
现在的叫鼠嗷，对的。最怕就是吃我们家乡菜东北菜。我接了个电话，回来菜已经点好了8个菜，东北菜8个菜，相当于本帮菜24个菜。我大惊失色，有点语无伦次了。我说还有其他男朋友要来吗？我还没开始，他就吃完了。每个菜夹那么1、2口，指着堆剩菜跟我说：“你别浪费啊！”今天我就是饱饭硬吃啊。出门前都嚼2片健胃消食片，热身。刷那种短剧重生的，问我下辈子如果重生了想当啥？我说想给你当牛做马。牛有4个胃，马是直肠子，边吃边拉。尝试着通过运动减肥，办了一张健身卡，去了2次，1次办卡，1次退卡。健身房唯一一个我能坚持下来的器械就是秤。练秤瘦得特快，你调整下站姿就能瘦1斤。但是说实话，健身房的秤都不准，因为不能脱光了称。要净重得先净身。我们家有2秤，都是小米的，一个小米1代称我是77公斤，小米2代称我是80公斤。我还是更相信以前的雷军。还是喜欢有氧嘛，就自己跑跑步。刚开始配速很慢，经常会受到智能穿戴设备的羞辱。我这边正拼尽全力呢，他问我：“你已经停止训练了吗？”自动把我的运动类型归为了徒步。为了提高配速，我就骑车跑步，很容易超速。我对象减了25斤。值得这称吧？我觉得一个女孩减肥要比男生多付出很多，不光要节食，要运动，最重要的就是买瑜伽裤。这玩意儿有啥好的？不就是秋裤外穿吗？有幸我偷穿过1次，贼翘，卡戴珊也就那么回事儿。你这往上一提呀，我就发出2声“dwi”，对着镜子我都看乐了。我说这谁能不喜欢啊？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。就是有点贵是吧？跟我说你不懂这个好，这个穿了之后无感。我说不穿也，不穿还能流感。官网上最贵的一条已经涨到1080了。我说这咱必须得买。这穿上之后屁股就是1080P。不过说实话，性价比很高，1年4季都能穿。冬天我问他不冷吗？他说这可厚了。夏天我问他不热吗？这可薄了。运动只是辅助，核心还是管住嘴。决定6点之后不吃任何东西，一般会坚持到11点左右，放弃。2个人反复重复同一句话：“你要想吃，我可以陪你吃。”最后决定各退一步，我陪他吃螺蛳粉，他陪我吃螺蛳粉。没错，就点1碗，这样可以通过护食来控制对方的食物摄入。异口同声的对对方说：“你少吃2口吧啊。”汤都喝了，腐竹没吃，腐竹热量太高。我们在减肥，在这儿我要给所有的螺蛳粉店家提一点忠告：花生米呀，数量得是偶数。管不住嘴赖谁呀？都怪淘宝闪购，给我发那么多红包优惠。本来下了单也犹豫，刚要点取消，已经送到了，送太快了，跟预计时间不一样啊。后悔都来不及后悔，也不能总吃，就早点睡，睡着了就不饿了，但是饿得睡不着，一关灯4个眼就发绿，
猫都绕着我俩走。他问我猫啥味儿，我说你要是想吃，我可以陪你吃。我们说的是猫粮。越想睡越睡不着，就躺在床上幻吃。婚礼结束当晚，我就要把我失去的一切都吃回来。什么热量高我吃什么，我要喝普通可乐，加糖，喝糖的饱和溶液。我要吃炸串蘸地沟油。我要点50个外卖，让外卖小哥排队来闹洞房。减肥太难了，就这一次，以后我俩再也不结婚了。谢谢大家，我辛苦。啊，干脱口秀确实很多年了，但是还是很难体面的跟老家长辈解释我到底在做什么，就是每天晚上叫这么100-200个人，在一个小黑屋里面，禁止录音录像，今天没收你们手机，对吧？我在上面讲，你们在底下鼓掌。我爸一听就懂了，哦，传销。因为我爸前几年真被骗进了传销，我现在想起来心里还有点难受。难受不是说他被骗，而是因为他被骗那天我在场，我看着我爸进去的。我不是没劝他，我也劝了，我劝他不要错过这次发财的机会呀。我俩不知道啊，当时的场景是我和我爸一起参加同学聚会，我俩不是同学啊。是我爸的同学，我叫他李叔。一见面说：“老赵，带你发财，我有一个特别好的项目，你今天先投6万。”我说肯定是骗的呀。李叔说2年到手1040万。我说李叔应该是有说法，应该是啊。具体什么项目呢？李叔原话：带我爸去广西北海，买一条高铁。买高铁？我说纪念品吗？李叔说高铁，载人那个。现在才明白，李叔当时用了一个双关。载人那个，没听出来。第2天，我爸跟李叔买机票就去了，一到那儿给我们发消息说完了是传销，我们才知道被骗了。我妈赶紧收拾行李，说你在家好好待着，我一定给你爸救出来，让咱们一家团聚。我妈一到就给我打电话，说你快来呀，咱们得一家团聚。这边机会多，我说我在上海挺好的，他说上海再好，也就是全国第2。你没听说过那个排名，北上广深吗？我一下就懂了。太疯狂了，这一疯狂的骗我。哎呀，我说那你们这违法，就打击你们呢。他说这个叫正面打击，但是侧面扶持，暗中保护，低调宣传。疯狂的骗我，我说不可能对吧？我寻思陷这么深，什么时候能出来呀？没想到我6月初毕业，6月底俩人回来了。真的，我当时研究了传销骗人就2种方法嘛，先是让你进来交钱，然后让你骗朋友也过来交钱。但我爸妈2个特点，一是穷，2是因为穷导致人缘特别差，所以他俩没有骗到任何人，就单纯他俩的积蓄被榨干以后，被传销组织给优化掉了。6月我们一家3口一起毕业了，俩人回来可怜巴巴，分文没有。哎呦，可怜我当儿子，我得给他们复盘呢，我得给他们算账啊。说俩人2年被骗了12万，我这么一算，合下来一人1个月2500，包吃包住，还是海景房。我说那是得低调宣传啊，你真宣传这些老头老太太没人去养老院了是吧？朋友们，能听得出来我在抵制传销吧？因为真得强调一下。每次讲完都有人在底下点头，说其实挺划算，是吧？比上海便宜多了，是吧？别往那儿想，别往那儿想，因为那个窝点肯定已经被捣毁了嘛。包括李叔，现在我们也不叫他李叔了，叫李某。李某，真的，这个伤害并且是持续的。我现在总感觉是不是谁都要骗我，尤其是刚做脱口秀的时候，是一家俱乐部打电话给我，说我们这边有一个新兴的行业。
我说具体做啥？就是每天晚上叫几百个人关一个小黑屋里面哈，你随便在上面讲，他们在底下听。我说我不敢去，然后还是我爸支持我说你就去。我说万一骗钱怎么办？他说骗钱，咱家没有钱能被骗了呀。都说有钱不一定带来安全感，哦，没钱可以，没钱可以，尤其我们在前几年的时候还被正面打击了。人心惶惶啊，只有我胸有成竹。我说没事儿，应该是侧面扶持咱。很开心我回来了。我去年也来过这个节目，但是巡演到现在1年，我了解我现在的知名度就是没怎么上来，但我消费已经上来了。哎呦妈！我上个月在成都花了300块钱剪了一个头。太激进了，300块钱我没剪过，我只剪过50块钱的头。我说300块钱头得咋剪？我得自己再带5个头来。不知道你老当跟班的，没当过带头的。你只有去了之后才知道，300块钱全是过渡服务。有一个人专门给我洗头，一个人专门给我吹头，还有一个人专门催我办卡。知道的开始问说：“帅哥您好，您这个发型啊，前额有什么要求？刘海有什么要求？鬓角有什么要求？枕区有什么要求？枕区，这都是谁呀？我头里有这么多人吗？给他们拉个群吧。没告诉过我有什么要求，就我妈告诉过我，她对我发型有什么要求。我妈要求我那个头发剪得快。从小到大，我妈、老师说头发不耽误学习，只有这一个要求。我们老师、高中班主任说那个话夸张，说你们这些人在班级不用现在留那花里胡哨头发有啥用？等你们以后考700分，爱留什么头留什么头。我就想留斜刘海，代价是不是有点太大了？要考700，能留斜刘海，我都当高考状元了，图啥呀？毕业时候哪有那斜刘海拨碎？咋跟采访的记者解释啊？人不得问吗？那么于博他高考状元太努力了，什么是你的动力督促了你？我说刘海，他说刘海是你死去的家人吗？我说刘海就是刘海，他今天也来到了现场。咋解释啊？3年拼死拼活，最后为了当非主流，不讽刺吗？考了700分，为了和200分的同学长一样。但你不能有对发型好看的要求，因为你稍微有点要求，老师说你不行啊，你这叫臭美。臭美？什么是臭美？臭美，臭美应该是我们对石楠花的评价。我都这样了，我最多算臭一般。我们班级的管理条例极其激进，说你们不要洗头，不要洗澡，不要换衣服，专心学习。哎呀妈！最后半年，班级终于没有人臭美了，臭。所有人都是这个打扮，来了个新同学，鸡窝头、黑框眼镜、胡子拉碴，高考状元。第一天报道，卫衣穿反了，最强大脑。所有人都是这个打扮，在我班的标准下，朴树算差生，纯反面教材。穿新衣吧。剪新发型啊！你家长不得给你领回家吗？轻松一下。Windows 98，哥们儿还想上网吧 ？New Boy 上不了我们的 Old School， 就流浪汉能上我们 School。我们班级最后半年，一堆流浪汉坐在班级备战高考。乞丐来我班，以为到救助站了。我们看着乞丐，以为新同学呢。丐帮的本质是作业帮。老师说那话真的挺吓人的，说你们去理发店浪费时间，完全可以自己给自己理发，专心学习。要不说高中生还是得有自理能力。
你现在听着会觉得荒谬，那时候愚蠢，信。当天晚上回寝室借的推的给自己剃头，根本不省时间，2个小时就把两边剃干净了，前面后面看不着，中间剩一绺没剃完，后半夜困了，第二天一睁眼睛顶着墨西干上学去了。奥特曼背着书包跑操去了。这发型坐在班级上早自习，太像傻的了，像是那种会把中性笔塞到嘴里边，然后，一看就能给这笔的墨吸干。现在老师当天就骂我，说我追求个性，说我叛逆，说我小郭德纲。说你剪头发还是好打理，和老师剪一样的发型就可以了。他60了，地中海不好打理，墨西干不好打理吗？和你那地中海还互补，咱俩能拼团买1顶假发。你总不能班级4、50个全是地中海吧？班级4、50个谢广坤穿着校服上自习，你不害怕吗？一低头，老师讲台眼睛晃的睁不开。晚自习上到天亮了。班级中间就一片地中海呀，那是教室还是欧洲啊？班级的气候都变得夏季高温干燥，冬季温和多雨了。老师就在中间一站，被地中海包围了。老师是意大利。管我们纪律的时候都这么说话，说你们不要再说话了，你们不是。他一说话脸儿都看不着，全被他那黑手挡上了。你不应该吧？但这样的教育会培养出畸形的产物，对吧？像我们这种人长大之后会对美有偏见，有的时候看着一个人很好看，就会觉得肯定不学习。那么看到巴黎时装周，说这帮人都这么漂亮，哎呀，不认字儿吧？你知道什么是庄周吗？就搁这时装周啊。你会在一定场合下、特定场合去更信任那些不好看的人，对吧？如果今天是一个考试，周围的陌生的考场我都不认识，但是我就是要抄袭，我肯定抄我旁边最埋汰的那个人，对吧？门墙陈明飞，我肯定抄陈明飞。庞博、陈明飞我都抄陈明飞，庞博、黄渤我都抄黄渤。哎呀妈，庞博那张脸放在考场太安全了，没人看，纯防弹衣呀！哎呀，这个人坐我考场给作文写满了，我以为他抄阅读呢。但不对吧，朋友们？但不对吧？审美什么时候开始站在教育的反面了？审美不应该是教育的一环吗？你总得通过教育才能让我知道什么是美，什么是丑吧？丑是我们都不想成为的那个画面，美式咖啡。我是于博，大家好，我叫阿水，我是在新加坡生活的华人，然后我老家呢是东北的，所以海外呢不光有华人，还有华人嘛，华人，对。这自己人，新加坡那边的华人也看咱中国的综艺的，啊，但是追的不勤了，可能会有一些滞后。咱这边的很多梗啊、流行语啊，传过去可能都成老梗了。
但是我们也很爱看，很爱看，因为质量都很好，很精彩。怎么说呢？奥利给啊，形容一种酷毙了的感觉啊。包括单口喜剧综艺，我看的比较晚。这么说吧，现在海外网站上我看得到的几个国内脱口秀新星，现在他们在国内已经看不到了。他们现在在海外正当年。或者说国外乱了，我的生活前几年也比较乱套，工作方面啊，在海外被裁员了，就是国外有些公司他们裁员不提前通知的。我那天还正常下班呢，我看到 HR 在那儿突然加班，我说那我就先走呗，啊，果然第二天一早收到公司 CEO 发给全公司的邮件，开头第一句 ，It is a hard decision。我这一看呀，是来硬的了。确实是能先走了是吧？当天就被裁了，当天被裁的。跟大家说一下是啥公司吧，就国外那种一创业就要做什么全球化的公司 ，Global Company。哪有那么 global 啊？就自己网站做的高大上，啊。贴一堆外国人，4个人恨不得凑7种肤色。那几个人假装对着一台电脑工作是吧？那个话外音也很应景。We are future maker, we are problem solver, we work together because there's only one computer, there's only one. 一台电脑可不就 work together 吗？当时在海外接着找工作，挺累的，就是要接触各种 HR，就是刚被一个企业踢出来，你要再听新的 HR 宣传他们那些企业文化，我心里就俩字儿：忽悠，接着忽悠。我当时面试咱国内大厂在海外的部门，啥公司我也不说了，反正那 HR 说话挺有范儿的，感觉每个字都有节奏啊，非常感觉在跳动啊。当时那 HR 是这么跟我说的，说你要加入我们，你还是要融入我们的这种文化，也就是我们的 culture。我说请问是什么 culture？ 他讲我们的企业员工最重要的素质就是谦虚啊 ，Our people are always humble。你们知道什么人不这么说话吗 ？Humble people。你们公司这么在意 humble 吗？要人谦虚，那我加入你们，我可以玩命谦虚，对吧？老板问阿水，这个东西加班能不能完成？我说我哪有那个能力呢？我以后交简历，我就交一份谦虚的简历。编程不会，英语不会。面试官说不会可不可以学？我说我可以学，但学不会。我不是说 HR 的工作不好，大家都是工作。我烦的是有的企业他那种拿腔拿调的，就是招你还要教育你那种姿态，啊，就是你也不知道他是在给做公司宣传还是找你捐钱。那到你面前就加入我们，你得到的不仅仅是一份工作，它是一段 journey， 它是一种 mission and vision， 还有一段 yeah。你说这跟 HR 聊天，你能没有格局吗？是吧？他跟我聊的都是 What's your 5-year plan？ 你的5年计划是啥？我回家心想，我这劳务合同也才3年呢。跟这些 HR 面试的时候也不知道咋唠，挺累的。当时就特别希望学我东北我爸那样，就是在酒桌上都自来熟，能拿捏一切住场面，就是自信，对吧？一般一个老妹儿先把酒杯拿起来，有没有大哥讲2句啊？我爸拿起酒杯来，行。这老妹儿，你把酒杯拿起来，拿起来。酒杯里呢有酒。
我喝了，你随意啊。我这个人咱说就是好使，咱哪天咱安排啊。那这个面试场面就会像现在一样，没有人敢说话。你感觉大哥没说啥东西吧？但是感觉大哥有东西。我面试的时候我就拿出这种自信，我面试的时候我就这么自信，谁还敢小瞧我？那 HR 拿起简历来 ，Can you introduce yourself？ 我说切。那 HR 老妹儿，你把我简历拿起来，拿起来。简历里已经有我一个简单的经历了，我写了，你看不看？你随意是吧？我介绍一下我们东北人，我们东北人好使。咱哪天咱安排，是吧？外国 HR 听不懂我就给他解释，好使 ，I'm a problem solver。哪天安排 ，I'm a future maker。谢谢大家，我是新加坡的演员，但我是老家是东北的。今天跟大家聊聊海外的东北文化，好不好？东北的 globalization。新加坡有很多的中国餐馆，越来越多。这中间东北餐馆是最受欢迎的，而且最好辨认，因为我们东北菜就是食材和做法全都告诉你：尖椒干豆腐、小鸡炖蘑菇、铁锅炖大鹅，你看所见即所得，是吧？你们听到东北菜名，你可能不喜欢吃，但你至少会做了。你们知道乱炖怎么做吗？你们知道冻梨怎么做吗？这考你们南方菜。知道佛跳墙怎么做吗？我不知道，后来我查过，乱炖。我在东北长大，习惯了在菜名里找那个食材和做法。我刚到新加坡的时候，有的菜名是靠猜的。我站在新加坡餐厅里一抬头，沙爹。先不吃，听着没大没小。煲仔饭，听着没小的，跟沙爹是套餐，听着像。椰浆饭、娘惹菜、爷爷不泡茶、外婆家的菜，你不知道吃什么，但实在亲戚越来越多。而且不光这个菜名，餐饮餐馆的名字也是，你就出了东北都叫得很含蓄，把湖南菜叫湘菜。上海菜叫本帮菜馆，我们东北菜到世界各地都是东北烧烤饺子馆。东北人就不擅长起名，我老家中央有条大街就叫中央大街，我们那儿乡村爱情剧就叫乡村爱情，不会让外地的朋友起疑，说是乡村爱情，乡村爱情，是不是个湖南餐厅呢？听着就。为啥这么直白呢？就是北方人有点好吃的，他就是很巴不得你快点吃，所以选择直白，不会修饰，你懂吗？我每次回到我东北老家，我妈就是惦记让我吃东西，我不吃都不行，每天早上都是，儿子醒不醒呢？儿子醒不醒呢？我说我没醒，醒了呀。你饿不饿？你吃点东西，妈给你整点吃的，你饿不饿？你饿不饿？饿不饿？饿不饿？我说还行，饿了呀。你吃点这个，妈给你整，你有钱你买不着你这玩意儿，你吃你尝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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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就只能吃。我但凡觉得好吃，我回程的行李里就全是这个。现在的直播带货说一大堆，我觉得没用，你都不如让我妈去啊。直播间的朋友来了呀。这个你尝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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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尝尝吗？你尝尝。我们北方人就是这样，好东西不用硬夸，你只要尝过用过，你就知道它好。就像滴滴一样，你打开滴滴出行，新加坡、韩国、日本也能用中文直接打车，想咋滴就咋滴。还有没有在国外用过滴滴的朋友？回去用呢，用呢。
哎，东北人就是擅长这种直给啊，他不光吃的，他有恋爱综艺或者恋爱节目，他也是很直给的，不像现在你们看那种普通的综艺，是吧？单身的地狱，结完婚的惦记离，要离赶紧离，一离10好几集，磨叽。你看我们东北老年人综艺，你上来大爷大妈刚一见面，那大妈说：“那你各方还行啊？”那大爷说：“我都行啊，是吧？”哎，这好综艺，大家回去看看啊，东北看看。哎，关于爱情，东北就是有的时候会过于松弛。我不知道大家听过那个《乡村爱情》的主题曲叫《谁是我的新郎》，这也太松弛了吧！都已经唠到新郎了，不知道谁是新郎。我每次听这歌都有画面感，我每次听这歌都感觉是彩玲姐唱的，对面站5个小北，你说谁是我的新郎？啊？就这种松弛，我把这个歌也给我的印度朋友听。我一直在想这个新郎是谁，直到我在新加坡给印度朋友听，我那印度朋友说，我们印度有首歌叫《新娘嫁人了，新郎不是我》。这两歌不光歌名能对上，这俩歌好像是一起写的，就都能一起唱。我知道这个时间点唱歌有点奇怪，但是你知道北方人有的时候有点好东西啊。你听听呢，听听。谁是我的新郎？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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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！嘿，别再让我东张西望啊！那苦力猴呀，谁是我的新郎？几米，谁是我的新郎？啊，嫁！哎嗨嗨，快来到我的身旁！咚咚大，好。就用这种祝大家婚姻幸福，爱情甜蜜，常来东北。我是来自新加坡的阿水，谢谢。